在一个草青水美的村庄里，住着一位风韵犹存的寡妇甘草和她6岁的儿子索阳。和别的寡妇不同，她有2个男人。牛二是个走上脚贩，他别的女人都不爱，只喜欢甘草。每次走后回来，会把挣的钱交给甘草，甚至给他买了最贵的布料。看着高兴的甘草，牛二得寸进尺，想解开甘草的衣服。你就给我一次吧，要不我羞死了。村里人们都说咱俩睡了，可是你一次也没给我，却被甘草一脚踹倒在地。狼狈的牛儿惹来甘草的哈哈大笑。甘草之所以不让牛儿近身，是因为在他心里还住着另一个男人巴敦。跟懦弱的牛儿相比，巴敦更有男人气概。巴敦很穷，且是个赌徒，受雇于当地的恶霸马九，有着一身飞刀绝技，跟各路刀手比试飞刀。靠着这个绝技，巴敦赢来了不少牛羊，但转头嗜赌如命的他，就将牛羊输给了马九。他总是赌不赢马九，心里却又不服，越输越想赢马九。赌赢马九也成了巴敦的人生目标。这一次他又输了，骑着枣红马在草地上狂奔，发泄怒气。正给牛儿做饭的甘草听到熟悉的马蹄声，立刻出门迎接，却被巴敦一把拉上马。看着亲密的2人，牛儿内心不是滋味。甘草一回来就吩咐牛儿带索阳去睡柴房。牛儿很气愤，他当然知道甘草在想什么，但也没有办法。从巴敦的身边走过，牛儿恶狠狠地对着巴敦吐了口痰。巴敦一脸不屑，很直白地告诉牛儿：如今这世道就是这，你还想和他睡觉，你就和他说去啊，说妥了我让给你一晚上。面对强势的巴敦，牛儿只敢嚷嚷，却不敢动手。晚上听到房间里传来的嬉闹声，牛儿心里五味杂陈。第二天，牛儿在集市里卖货，大家都调侃牛儿昨晚是不是和寡妇睡了。牛儿很尴尬，只能用笑声来掩盖，还拿出自己珍藏的虎骨炫耀一番。这时巴敦看到了，随手拿起牛儿吹嘘的虎骨往地上一扔，狗见到后立刻冲上去啃。巴敦笑着告诉众人，这要是真的虎骨，那狗不敢吃。牛儿颜面尽失，可他又不敢反抗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巴敦的对手。2人同住在甘草家里，巴敦有事没事就会嘲讽牛儿几句，这算是给他日常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。这天，牛儿发现自己的精饲料被巴敦拿去喂了自己的马，牛儿恼火不已，将饲料夺回后被马报复性的踢了一脚，牛儿摔了个狗吃屎。怒上心头的他直接将一根木橛子硬塞进马屁股里。此时的巴敦正在和村里的老五谈判，老五扔下一副银马鞍，说是过几天要和马九比飞刀，只要巴敦不插手，那么这副银马鞍就归他了。突然马儿暴躁起来，巴敦赶忙上前查看，发现马屁股里被塞了根木橛子。看着手里的木橛子，巴敦心里明白这是牛儿的报复。他怒气冲冲地找到牛儿，直接甩给他一个巴掌，然后圈住牛儿的头往炉灶里塞。气愤的牛儿拿起菜刀跟巴敦拼命，却不小心没站稳，摔倒在地。更气人的是，连甘草都维护着巴敦，替他说好话。委屈的牛儿直接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一山不容二虎，牛儿牵起自己的牛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比飞刀的前一天，巴敦拿着老五送的银马鞍找到马九，他要提高自己的酬劳。巴敦其实也很清楚，马九手下就自己一个能扔飞刀的，他不担心马九不答应。比试的那天，老五得意洋洋，他请来的高手除了巴敦以外谁都不怕。现在巴敦不在，老五胜券在握。可没过多久，他的笑容就凝住了，因为巴敦骑马赶到了现场，他将老五送的银马鞍扔在了地上。高手一看是巴敦，立马泄了气，说什么也不比了。老五恼羞成怒，扬言要剁了巴敦，双方人马干了起来。拼斗中，巴敦的腿被砍伤，甘草告诉牛儿，巴敦伤到了骨头，急需喝虎骨汤调养，不然这条腿就保不住了。牛儿知道这是甘草在求他，没想到第二天牛儿就给甘草搞来了一块虎骨，没说2句话就急匆匆的离开了。巴敦喝了虎骨汤后，伤势日渐好转，但牛儿却被人给抓了起来，用皮鞭抽打他的手掌心。原来那根虎骨是牛儿偷来的，如今虎骨没了，债主要拿他抵债。甘草听闻这件事后，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，帮牛儿偿还了债务。回来后的牛儿还被不知情的巴敦冷嘲热讽：看啥？不认识啊？我恕你3只手。贼！这次牛儿不想再忍，2人扭打在一起。受伤的巴敦没有办法还手，被牛儿骑在身上一顿暴打。牛儿也趁此报了一箭之仇。这时甘草出面劝解2人，从甘草口中，巴敦才知道原来自己喝的虎骨是牛儿偷来的。
巴顿第一次感到内疚。这日子久了，邻居都看得出牛儿比较靠谱，一个劲地劝甘草嫁给牛儿，但甘草依然遵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定律，心里只有巴顿一个。可巴顿死性不改，伤势一好就牵着马出去赌了，牛儿拦都没拦住。看到家里的羊群被马厩的人牵走，甘草失望至极，他找到巴顿，试图劝他不要再赌。但此时的巴顿已经输红了眼，将一肚子的火气全都发泄在甘草身上。甘草被巴顿打得遍体鳞伤，现在他算是彻底看清了巴顿的为人。想起之前邻居说过的话，甘草觉得也许嫁给牛儿是对的。牛儿老实巴交，又会赚钱，又喜欢自己，嫁谁不是嫁？清洗完伤口后，甘草缓缓解开一口，他决定把身体交给他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牛儿慌得一批，竟然快速地夺门而出。甘草羞愤交加，不多时，数个精光的巴顿醉醺醺地回了家。这一次，他竟然把牛儿的2头牦牛作为赌注，牛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牦牛被马厩的人牵走，气得他拿起鞋板猛抽巴顿。此时巴顿不省人事，甘草放话让牛儿把巴顿拖出去，再也不要让他进门。离开巴顿后，甘草顺利地和牛儿走到了一起。有了甘草的陪伴，牛儿每天都春光满面。可这天在戏台看戏的2人又遇到了巴顿。巴顿二话不说拉走了甘草，被甘草一顿训斥，巴顿下定决心痛改前非。他折断手里的飞刀，象征着自己和过去告别。甘草又一次收留了他。牛儿知道甘草又要回到巴顿的怀抱了，他背起行囊离开了甘草家。甘草的儿子拼命阻拦，但牛儿明白一个家里不能有2个男人，还是狠心的离开了。另一边，失去巴顿的马厩将所有的牛羊全都输给了老五，他去求巴顿帮忙，还答应了巴顿之前提出的3期分成。巴顿有些心动，顺势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只要自己赢了老五，马厩就必须和他比飞刀。之前赌牌他从来都没有赢过马厩，但是这一次他想要赢一回，马厩别无选择，只好答应。回到家的巴顿告诉甘草，这次绝对是最后一次。可甘草不想听，他堵住门口，说什么也不让巴顿去赌。巴顿跪在地上，跟甘草保证自己这次绝对是最后一回了，只要他赢了马厩，这辈子都不会再赌。甘草最后还是没能劝住巴顿，巴顿赌上了自己的马，要跟马厩甩刀子。从不失手的他，这次却接连失误，最后一刀还扎穿了马厩的眼睛。他不但没有赢马厩，连最爱的枣红马也输掉了。他独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怎么劝都没有用。甘草于心不忍，悄悄将马偷了回来。第二天，怒气冲冲的马厩直接找上了门，当面跟巴顿甩话，他跟甘草必须死一个，自己2天后会来取命。牛儿听说这件事情后，再次回到了甘草家。巴顿要去找马厩偿命，牛儿苦劝巴顿，他知道这巴顿一死，甘草肯定会很伤心。见巴顿不听劝，牛儿一下子打晕了巴顿，并将他绑在柴房里。隔天一早，甘草发现了柴房里的巴顿，他这才知道牛儿代替巴顿去找马厩了。在马厩面前，牛儿承认了是自己偷的马。马厩虽然知道不是牛儿偷的，但还是无可奈何地吊死了牛儿。等到甘草和巴顿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马厩对着巴顿一顿辱骂，说他是条狗，竟然让一个卖货郎来顶罪。巴顿勃然大怒，一记飞刀甩死了马厩，但自己也被马厩的手下打死。甘草埋葬了巴顿和牛儿，放掉枣红马，抱起孩子，走向了远方。电影《黄沙、青草、红太阳》于1994年上映，讲述了2男1女的情感纠葛故事。一个舔狗，一个赌徒，一个得不到，一个又不珍惜。这也正应了那句话：舔狗一无所有，赌徒赌到最后连命都没有。新进来的朋友可以动动您的发财手，长按点赞，让更多的人看到本视频哦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